哦，我们的黑心肝大老板可算回来了。哼，陈野，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还有脸回村儿？赶紧把克扣我们养鸭户的血汗钱吐出来！我帮村里卖掉30万羽连城白鸭，换来的却是他们一口一个丧尽天良，骂我赚黑心钱。大家都蹲在我家门口干啥？正好今年连城白鸭的收购合同和保底价格都定下来了，都进来听听细则。哼，这次又准备从我们大家伙身上赚多少钱啊？哼，陈野，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还有脸说？赶紧把克扣我们的血汗钱吐出来！克扣血汗钱？我什么时候克扣过你们的血汗钱了？陈野，你少在这揣着明白装糊涂！你敢说你没做对不起我们大家伙的事儿？王婶儿，你们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我怎么一句话都听不懂？陈野，你28块一羽收我们的连城白鸭，转手卖给城里的高端药膳馆48块一只，一只就赚我们几十块，你说你还是人吗？陈爷，没想咱乡里乡亲一起长大，你竟然这么丧良心，连我们起早贪黑的血汗钱都敢克扣！哼，就是，今天外面都卖48一只，你只给我们28块一羽啊！你还唠啥呢？那等明年，你是不是准备让我们大家伙全给你打白工？不是，这些事儿都是谁跟你们说的？想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这事儿还用别人跟我们说吗？不对，这明显是有人在背后挑拨离间。村里除了我身边2个对接的人，没有第3个人知道终端供货的细节。一定是他们2个。林之遥和詹磊毕业后在外面没找到正经工作，村长詹守彦知道后就让他俩跟着我跑销路学渠道，没想到竟然在背后给我捅刀子。王婶儿，这事儿是别人告诉你的吧？是林之遥还是詹磊？你不用管是谁说的，你就说，你到底有没有克扣大家的血汗钱？那可不行，有什么话大家当面锣对面鼓的说清楚，对吧？不能说上了几年大学，就只会跟厕所里的木棍一样到处乱搅吧？陈野，你说谁是搅屎棍？你敢说你没有克扣乡亲们的血汗钱吗？就是，陈野，大家伙谁不是信你，才把整棚的连城白鸭都交给你，没想到你竟然这么丧良心！咱们村1年出栏50万羽鸭子，一羽你黑我们20块，1年就是1000万，没错吧？咱们全村人就指望着养鸭子挣点钱，你说你是人吗？我天天早出晚归，跑渠道应酬收购商，合着你们2个是眼瞎，一点都没看到是吧？2个白眼狼，亏我平时对他们处处照顾，今天不仅在背后捅我刀子，还颠倒黑白，把我说成这副模样。哼，既然你这么说了，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伙好好说说，你是怎么应酬的？市里最贵的云顶大酒店，一顿饭上千块，他陈野天天在那儿吃，一瓶茅台2000多，他一顿饭就要喝4、5瓶，晚上还去夜总会找小姐，挥霍着大家的血汗钱不说，还克扣鸭子的收购价，他管这叫出力气，败类！他这是吃大家的肉，喝大家的血，拿我们的血汗钱养肥他自己。还钱！今天必须让他把钱还给我们！他们骂得越来越难听，直接把我说成了吸全村血的蛀虫。怎么样，无话可说了吧？你们说完了没有？没说完就继续说，反正天黑还早，我等你们都说完了，我再说。我就问你们一句，28块一羽，是不是周边几个村最高的收购价？不管鸭子公母，只要无病无残，重量达标，我一律全收。请问附近几个村子，谁能给你们这个待遇？那也是正常买卖，别说的跟给我们多大恩惠一样。我没开始收鸭子之前，每年到了出栏季，除了我家，你们有些人是不是愁得整宿睡不着觉？我本不想掺和这件事儿，是村长带着10几个人直接给我跪下了，我不答应，他们就不起身，我无奈之下才答应试试看。
这不是一码事儿，你别在这胡搅蛮缠。我开始花钱送礼托关系，跑了大半个省才找到稳定的收购渠道。现在你们靠我养鸭子的收入一年比一年高，反过来咬我一口。你少说这屁话！你48块一只卖出去，给我们28块一羽，你这叫不亏待我们。一只鸭子卖48块，你就该把48块全给我们，不然你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？我一只鸭子卖48块，我不需要本钱吗？屠宰工人要不要钱？冷链运输要不要钱？真空包装、防疫检测要不要钱？所有鸭子都能卖48块一只吗？能卖48块一只的，必须是120日龄，体重1.2到1.5公斤，无药残的纯种特级鸭。你们都是养了10几年鸭子的老手，1亩地的鸭棚，出栏的鸭子里，这种特级鸭能占几成？来，你来说，到底是几成？那你来说。怎么都不说话了？其实你们自己心里都明白，这种特级鸭一户里达标率不到4成，对不对？那请问剩下的6成不达标的弱鸭、超期鸭，你们谁替我考虑过？我第1年帮你们卖鸭子亏了8万多，你们谁给我补过1分钱吗？是你们给了吗？还是你们都没有？那一年是我们家拉了1整年的饥荒，硬生生扛过来的。第2年，你们看着挣钱了，又一股脑全都扩棚养鸭。当时村长他们再次找到我，直接让我全权负责收购的事儿，满口夸我能力大。我私下把第1年亏空的事儿跟村长说的明明白白。村长当时亲口承诺我，今年鸭子卖出去，就让大家一起把亏空给我补回来。我当时已经搭上了稳定的渠道，觉得收购也没什么难的，就答应了。可哪曾想，等我再去对接的时候，原来的合作商转型不做这行了。后来我想尽办法疏通关系，才找到新的合作渠道。这其中的各种开销，还有村长当初承诺我的事儿，你们都做到了吗？不行，不能让陈野再说下去了，再说下去，人心就散了。陈野，你别以为我们不懂，就算特级鸭不到4成，你也照样挣大钱了。就是，反正你肯定是挣钱了的。对啊，你挣钱了，就得把钱给我们补上。就是，赶紧把挣的黑心钱交出来。陈野，不是当叔的说你，你帮大家伙一点忙是应该的。大家从小看着你长大，你咋能这么丧良心？如果大家伙人人都像你这样，咱们云溪村早就完了。陈建国，看看你生的好儿子，什么丧良心的钱都敢挣。我们几个老头子天天守着鸭棚，一年到头连个休息的时间都没有，就等着卖鸭子挣点钱过日子。可你儿子倒好，一只就克扣我们几十块钱。你们有什么事儿，全都冲着我来。这件事跟我爸妈没有半点关系。既然你们都觉得我挣黑心钱，那今年咱们村的连城白鸭，我就不收了。从今往后，我都不收了。你们爱找谁收，就找谁收。毕竟我给的收购价是周边最高的，待遇也是最好的。附近几个村子什么情况，他们比我更清楚。我要是不收，他们上哪儿去找这么好的收购渠道？那可不行，你不收，那谁来收？是啊，你必须得负责收鸭子，而且还得加价收。免谈，这浑水我不趟了。这群人真是长得丑，想得倒美，居然还想让我加价收，简直是天大的笑话。哎呀，陈爷要是不收，那咱们的鸭子可怎么办呢？我收，今年咱们村的连城白鸭，我和詹磊全权负责帮大家卖，我们2个保证绝不赚大家1分钱。对，大家尽管放心，最近我和志尧也接触了不少收购商，咱们村的鸭子品种好，产量大，根本不愁卖，我们绝对不会像某些人一样坑大家的血汗钱。不愧是咱们村的高材生，还是你们2个有本事。以后就靠志尧和詹漏带我们赚钱发财了，大伙说是不是啊？
就是，不像某些人没本事还昧着良心赚大家的钱。既然有人愿意收拾这个烂摊子，那我也乐得甩手。希望你们能比我做得更好。这些人如今胃口大的能吞象，我再三跟他们强调，病鸭、残鸭、超期鸭绝对不能往合格批次里掺，可他们就是不听。验收的时候查出问题，要不是我关系硬，整批货都会被拒收。现在就凭这2个半吊子，还想带你们赚钱，真可笑。思瑶、詹磊辛苦了，以后全靠你们了。喂，你是哪个村的？在养殖区乱逛什么？我不是来捣乱的，我是来看鸭子品相。原来是陈老板，久仰大名。你是？我是碧溪村的支书苏青。去年我们村鸭子滞销，我托人找过你，只是没能见到面。抱歉，当时事务繁杂，我并不知情。没关系，陈老板今天过来是想考察鸭子的情况吗？我想看看周边村子的连城白鸭产能，做个整体评估。我们村的鸭子你尽管放心，纯种繁育，生态散养，品相和抗病性都属上。而且，我听说你和云溪村的人闹掰了。这事儿传得也太快了吧！不过2个村相距不过数里，而且还都夹杂着亲戚，传到他们这里也很正常。你们村1年的出栏量有多少？稳定在20万余左右。前几年销路差，价格低，很多农户缩减了规模，不然产量还要更高。我需要的货源量可不止20万余。这一点你不用担心，我在周边几个村都有工作往来，只要你给出合理的价格，我能帮你整合足够的产能。我的收购价28块1斤，不挑公母，无病纯种的鸭子全部兜底。我还会安排技术员，免费提供全程防疫指导。这个条件我们全村都能接受。我现在就联系周边3个村，凑齐30万余的合规产能，保证帮你合同量补满。一言为定，鸭子要先送质检，农子与检疫达标，我才能正式收货。没问题，我这就安排取样，明天跟你去市里检测。喂，陈野，立刻到我办公室来。苏书记，你在这里盯着检测进度，我去一趟王总办公室。王总是我核心合作方，合同履约全靠他，绝不能出岔子。陈野，你的人也太不懂规矩，竟敢硬闯我的办公室。王总，他们不是我的人，和我没有任何关系。不是你的人，怎么会打着你的名号来谈合作？王总，我们是来谈合作的，价格绝对比陈野给的更优惠。从今往后，云溪村的连城白鸭由我和詹磊全权负责，和陈野没有半点关系。你可以让无关的人离开了。他说的怎么回事？他说的是事实。云溪村的鸭子，我已经不再收购，真的。我不管你和村里有什么矛盾，合同写得很清楚，50万羽纯种连城白鸭，交不上货，你就要双倍赔偿违约金。王总，你放心，50万羽的货源，我1羽都不会少。王总，你别被他骗了，他没有云溪村的货源，根本凑不齐数量，只会拿劣质鸭子糊弄你。没错，我们村的鸭子品质最好，陈野的货源根本没法比。王总，我们有诚意合作，云溪村的鸭子18块1逼，卖给你。哦，18块1羽。对，陈野给你5块的差价，我们直接给你再降5块，50万羽能帮你省一大笔钱。18块1羽，你们当是天价真禽？陈野给我的供货价，包含种苗、防疫、溯源、冷链屠宰，裸鸭成本只要10块1羽。真是把这2个招摇撞骗的人赶出去，以后不准他们再踏入集团一步。不可能！他收村民都要28块，怎么可能10块给你？王总，陈野在骗你，你千万别信他。 2个蠢货，高端供货只是保本，
残压次压的深加工合作，才是我的核心盈利点。以后别让闲杂人等再打着你的旗号过来闹事。是我的疏忽。合同的事盯紧一点，到期交不了货，违约金我1分都不会少要。你放心，货源已经落实，会按时按质交付。检测结果要下午才出，我们先去吃点东西。好，听你的安排。你们不要命了，敢拦在路口！陈野，你太狠心了！你断了我们的合作渠道，就是要砸掉云溪村所有人的饭碗。云溪村的鸭子归你们管，和我无关，赶紧让开，别挡路。你怎么能狠心不管整个村子的死活？要哭就滚远一点，有时间哭闹，不如赶紧去卖你们的鸭子。你别得意，市里收购商又不止他一家，我们一定能找到销路。陈野，你等着，我们绝不会认输。之前带他们见过的收购商，必须逐个打招呼，绝不能让他们再骗人。张老板，有人打着我的名号招摇撞骗，你多加留意。除了我本人，其他人的推销一律不要相信，出问题我不承担责任。陈老板，这2个人给你添了不少麻烦。跳梁小丑而已，翻不起风浪。检测结果出来了，碧溪村的鸭子全部合格。太好了，我就说我们村的鸭子品质绝对不会出问题。陈老板，你提醒的没错，那2个人确实来找过我，我已经把他们赶走了。你们还有完没完？3番5次围堵我家，真以为我好脾气不会发火？真以为我好欺负是吧？陈野，你的良心被狗吃了！你凭什么阻拦收购商收我们的鸭子？今天你不给大家一个说法，我们绝对不会让你走。陈建国，你管管你儿子，他之前坑大家的血汗钱，我们没计较，现在又断大家的销路，这是要逼死我们。林之遥、詹磊，给我滚出来！有什么事儿冲我们来，不准你欺负智慧和詹磊。他们打着我的名号诈骗造谣，我现在就报警，让他们跟警察解释。我们没有骗人，也没有造谣。是你提前跟收购商打招呼，故意不收我们的鸭子，你这是倒打一耙。都别吵了，警察局不是为我们村开的，都散了，回家去。村长出面安抚，正合我意。报警没有实质证据，只会浪费时间，还要欠下人情。告诉大家一个消息，陈野签了50万羽的供货合同，交不上货就要双倍赔偿。除了我们云溪村，没有哪个村有这么大的产量。陈野，你最好求我们帮忙。活该，交不上货，赔死他才好。他们根本不在乎自己能不能卖出鸭子，只盼着我倒霉赔钱，愚昧又可笑。陈野，你给每家赔2万块，再按50块一羽收鸭子，我们就把鸭子卖给你。不然你就等着赔巨额违约金。2万太少，最少赔5万，我家要赔6万，少1分都不卖，我要10万块，不然他别想拿到一只鸭子。陈爷啊，咱们家东边鸭棚的围网被人剪开了3个大口子，跑出去100来羽连城白鸭，找都找不回来，一看就是人为的。爸，我现在就出去把这个人揪出来。算了吧，以村里人的肆性，就算抓到了又能怎样？不是70、80岁的老人，就是装病耍赖的无赖。到时候他们往派出所来，到时候他们往派出所地上一躺，
一口咬定是你气的，你能有什么办法？确实啊，60、70岁的老人，警察也拿他们没办法。这种事根本没地方可以讲理。我看，咱们明天就开始出栏咱们家的连城白鸭。咱们家鸭棚有6座，存栏10多万余，多请点工人，3天之内全部出干净，免得夜长梦多。好，就按把手的办。志阳、詹磊，哎，你们到底找到收购商没有？你们找到收购商没有？鸭子都到120天了，再不出栏就要亏死了。是啊，人家碧溪村都开始屠宰装车了，咱们村连个收购商的影子都没见到。大家先静一静，静一静，急什么？我和詹磊正在对接大额订单，马上就有结果了。对，大家再等等，我们谈的价格绝对比陈爷给的28块1亩还要高。你们昨天说到今天，到底能不能准信儿？鸭子多养1天就要多搭1天的饲料钱啊！说了快了就是快了，都回家等着，有消息我第一时间通知大家。不用猜也知道，他们根本没找到收购商。真要是找到了，早就带着全村人来我家门口炫耀了。各位养殖户注意，病鸭、弱鸭、药残超标的鸭子一律不得进入待宰区，一定要严格自查。咱们村的招牌不能砸在任何一个人手里。50万余，争取7天全部出栏交付。没问题，有你提供的防疫技术，咱们的鸭子合格率100%。你们把鸭子卖给陈野这个黑心鬼，可吃大亏了。他一语就能赚你们几十块。就是你们村50万余鸭子，他啥也不干就赚上千万，心太黑了。你们别胡说八道，陈老板是天大的好人。往年我们的鸭子最多15块一匹，今年陈老板给28块，还不挑公母，我们一匹能多赚10几块，这钱他该挣。肯定是陈野不收你们的鸭子，你们就来故意诋毁，滚出我们碧溪村！别在这挑拨离间。林之友、詹磊，鸭子都要长老了，肉都不好了，再不卖就全废了。我们每天还要付他们饲料钱。我家5棚鸭子，全指望卖了这个还钱，我家孩子还等着交学费，你们不能不管我们啊！求你们了。我们已经敲定了大收购商，120日龄特级鸭58块一云，普通鸭也能卖到38块一云，比之前陈爷给的价高多了。58块一鱼，真的假的？你们可不能骗我们啊！我用人格担保，绝对没问题。大家现在就准备准备，收购商马上就到。对，保证让大家赚得盆满钵满。还是林志宇和詹磊有本事，比那个黑心的陈野强100倍。哎，等鸭子卖了钱，我们家家户都给你们包红包。这些话明显都是吹给我听的。这些人真能吹，不过吹牛皮又不用交税，算了，懒得搭理他们。陈野，你看到了吧？没你，我们村照样能赚大钱。祝你们顺利，希望几天后你们还能笑得出来。陈老板，50万羽全部按标准交付，检疫全合格。辛苦了。货款3天内全部打到养殖户账户上，合作愉快。这是你们还有完没完？3番5次围堵我家，真当我好脾气吗？陈
求你把我家的鸭子收了吧，我们不要28块，25块一副也行啊。还有我家，多少钱都愿意，只要能卖出去。我养了4年的白鸭，今年全砸手里了，你不救我，我就活不下去了。我们知道错了，不该信林之遥和詹磊那2个骗子，他们1斤鸭子没卖掉，还骗了我们20多万定金，连夜跑路了。难怪林之遥家被人砸成那样，原来是他卷款跑路了。村长也不在，8成是家也被砸了吧？爸妈，你们进屋去，这里我来处理。不好意思，你们的鸭子我收不了。收不了？你收了周边所有村子的鸭子，怎么就不能收我们的？我们都是乡里乡亲，你帮着外人也不帮自己村的人，你还有良心吗？我说收不了就收不了。你们去找林之遥和詹磊啊，他们不是给你们找了58块1羽的大买家吗？陈爷，老叔，我求你了，你不能眼睁睁看着全村几十万羽连城白鸭烂在鸭棚里吧？那可都是乡亲们1年的血汗呀！这老狐狸又给我来这套。上次求我收鸭子的时候也是这一出，膝盖都快磨破了，也没真跪下去过。今天我倒要看看，你到底舍不舍得这把老骨头。村长是你的长辈，你怎么能让他给你下跪？是啊，陈爷，你快答应吧！这要是传出去，说村长给你一个后身下跪，你以后还怎么做人？就是，乡里乡亲的，你总不能真看着我们血本无归吧？村长都舍下老脸求你了，你还要怎样？村长，你就别演了。最佳出栏期120天，你儿子詹磊和林之宇硬生生拖到150多天。现在这批鸭子，料肉比翻了3倍不止，药用超过6成，药残检测根本过不了关。你让我收，我收了往哪儿送？那你想想办法啊！你不是认识那么多收购商吗？总有愿意收的吧？现在是10月下旬，150日龄的连城白鸭都已经超龄太多了。就算我硬着头皮收下来，屠宰、冷链、检测，哪样不要钱？那也不能让我们全赔了。50万羽超期鸭子，处理干净最快也得15天，日龄奔着170去了。到时候别说药膳馆、预制菜厂，连饲料厂都不收。你们告诉我，谁敢接这个盘？陈爷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今天这鸭子你收也得收，不收也得收。这几位你都认识吧？你要是不收村里的连城白鸭，他们今天就住在你家，不走了。打头的张大爷，89，心脏病加高血压。手抖的那个是李老头，84，帕金森。脸色蜡黄的是王大爷，87，去年刚做的肝脏手术。最小的那个也81了，我爸来了都得管他们叫声叔。前几年包地的老板比你有能耐，最后不也赔了几万块息事宁人？老人要是在你家出事，你一辈子都洗不清。呵呵，果然能当上村长的，没一个是简单角色。这4个老人，哪个不是随时能进 ICU 的主？真要是有个3长2短倒在我家院子里，我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。陈爷啊，你年纪轻，不懂人情世故。咱们一个村的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没有解不开的仇。听叔一句劝，你就把鸭子收了吧。就是，价格都给你让到8块1飞了，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别太得寸进尺了，赶紧答应，不然我们今天就都不走了。反正回去也是对着那一棚卖不掉的鸭子，还不如在这儿耗着。是啊，陈爷，我是村长，可以做大家的主。今年咱们村的连城白鸭38块1鱼就行，你转手一卖，1鱼净赚也不少。
陈建国，你报警！你有什么证据？我们又没动手打人。谁说我没有证据？我的车里的录像机，自打从我进来的那一刻，这院里的一举一动，就全部都被录了下来。我劝你还是主动交代吧，省得到时候更难看。警察同志，这事儿跟我没关系，我们是詹守业叫来的。他说只要大家一起去陈野家门口闹，陈野肯定会松口收鸭子。我们都是被他忽悠的。是啊，警察同志，这事儿跟我爷爷没关系。我爷爷都89了，他什么都不知道。是詹守业的主意，他让我把我爷爷接过来，说陈爷要是不答应，就让我爷爷往陈爷家地上一躺，到时候陈爷不收也得收。我一时糊涂就听了他的话。没错，我爸87了，肝病才做完手术。詹守业说，要是警察来了，就让我爸躺在地上装病，到时候陈野跳进黄河也洗不清。詹守业说了，只要我们跟着闹，陈野肯定会妥协。我们也是一时糊涂啊。墙倒众人推，树倒猢狲散。警察还没开口问呢，这群墙头草就争先恐后的把詹守业卖了，一个个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，说的好像他们都是被逼的受害者一样，真是可笑。你们这群白眼狼！我这么做是为了我自己吗？我还不是为了让大家伙的鸭子能卖出去。你们家的鸭子150多天了，再不卖就全砸手里了。你以为我想用这种手段？还不是陈野这个狼崽子，软硬不吃。你放屁！你这么做是为了你儿子。你儿子詹磊和林之玉打着帮村里卖鸭子的旗号，骗了大家20多万定金，现在人跑得没影了。就是，你知道大家不会放过你儿子，所以才想逼陈野接盘。只要陈野把鸭子收了，你儿子的烂账就能糊弄过去。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打的什么算盘。当初是你拍着胸脯说，你儿子和林志尧是大学生，有本事，让我们把鸭子交给他们。现在出事了，你又想逼陈野来擦屁股，从头到尾都是你在搞鬼。都安静，谁是带头闹事的，跟我们回派出所接受调查。走吧。同志，我们只是在陈野家门口开个会，商量村里连城白鸭的销路问题，没有闹事。行车记录仪、监控录像，10几个村民的证词全对上了，寻衅滋事、煽动老人碰瓷儿，证据确凿。你就别狡辩了，好好把事情交代清楚。啊，我就是一时糊涂。这个时候回村，他们肯定又堵在我家门口。不过该面对的总要面对。我要是不回去，村里人肯定说我是见死不救，以后更说不清。不如趁这个机会，把所有话都说清楚，彻底断了他们的念想。陈野，你可算回来了，你就再想想办法吧。我们这批鸭子真的不能再等了，再等下去，连饲料钱都付不起了。是啊，陈野，我们知道错了，之前不该听林之尧和詹两的鬼话，更不该跟着詹守业来围堵你。你就大人有大量，帮我们这一回吧。只要你能收，价格你随便开，15块一鱼也行，10块一鱼也行，总比全死在鸭棚里1分钱拿不回来还倒贴饲料钱强啊！各位叔伯婶子、大娘大爷，不是我不收你们的连城白鸭，是这批鸭子现在真的没人要了。150多天的连城白鸭，肉质老得像柴火，药用成分几乎流失殆尽。
珍兽集团的品控，超过130日龄直接拒收。康源药业的药压标准更严，超过125日龄一律不予采购。就这样了，最佳出栏期就那几天，被林之遥和詹磊硬生生拖过去了。现在说什么都晚了。我这1年起早贪黑，天天住在鸭棚里，就指着这批鸭子卖了还贷款，现在全完了，银行下个月就要来收房子了，我拿什么还啊？我贷了60万扩建鸭棚，还跟亲戚借了20多万，这下鸭子卖不出，欠了一屁股债，这日子还怎么过呀？啊！都是詹守业和他那个儿子害的，还有那个林之遥，他们一家子合伙坑了我们全村，不能就这么算了，让他们赔钱。对，詹守业家的4个小洋楼是用我们的血汗钱盖的，去找他算账。詹守业家那栋4层小洋楼，怕是保不住了。大家伙先把这害人精的家砸了，出口恶气。砸他个干净！这墙是空的，这是什么？好啊，这老东西自己藏了这么多金子钞票，他哪来这么多钱？还用问？肯定是贪污的。这些年上面拨下来的连城白鸭养殖扶贫款、种禽补贴、集体山林流转款，全被他私吞了。赶紧报警！3个月后，詹守业的贪污案在林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。经法院查明，詹守业在担任云溪村村长期间，利用职务便利，累计贪污连城白鸭养殖扶贫款、种禽专项补贴款、集体山林流转款，共计620余万元。此外，寻衅滋事、煽动他人闹事罪名成立，数罪并罚，被判处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生，并处没收全部个人财产。人心不足蛇吞象，詹守业贪了一辈子，最后落了个牢底坐穿的下场。而云溪村的这些人，少一分贪婪，也不会落得血本无归的结局。之遥，咱们现在怎么办？我爸也进去了，村里肯定是回不去了。咱们身上加起来不到300块钱，明天房费一交，连吃饭都成问题。慌什么？天无绝人之路。凭咱俩的学历和头脑，还怕找不到翻身的机会？都怪那个陈野，还有云溪村那群蠢货。要是当初按我的计划逼陈野高价收押，现在风风光光的就是我们，哪会落到这步田地？要不我明天去工地问问，先干几天零工，挣点饭钱。要去你去，我丢不起这个人。堂堂大学本科生去工地搬砖，传出去我还怎么做人？我们落到今天，都是被陈野和那群村民联手害的。骗鬼呢！这鸭子毛色暗淡，鸭不发黄，肉质松塌，一看就是杂牌货。敢说是连城白鸭？陈老板的连城白鸭我经手过，可不是你们这路破烂。我们就是云溪村的，这鸭子就是连城白鸭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前阵子云溪村
有2个大学生把全村50万羽连城白鸭搞凿了，错过出栏期全烂手里了。大家认准了啊，就是这俩人，连自己村的人都坑。他们的货谁敢要？快滚快滚，别脏了我的地方！大学生有想法，想翻本，路子是对的。我们这儿有个快速通道项目，就是帮你们这样的聪明人用点小钱跳动大资源。我们现在就是缺点启动资金，只要有了本钱，我们一定能翻身。对对对，只要有本金，我们一定能再把连城白鸭的生意做起来。我们手头有货源，就是缺渠道费。做鸭子生意太慢了，我这边有个更快的，从境外弄点电子配件，转手就是5倍利。看你们是文化人，带你们一个。这是最后的机会了，赚到钱就能风风光光回去，让那个陈爷好好看看，让全村人看看，到底谁才是真有本事的人。3000，一分不少。志尧，这地方怎么越看越不对劲儿啊？王经理不是说下午3点准时到货吗？不清楚。这都等了4个多小时了，天都快黑了。急什么？大生意路上耽搁很正常，说不定是货比较特殊，要晚上才能运。志尧，我们是不是被骗了？那3000块可是我们最后的钱了，要是连这都没了，我们就真的山穷水尽了。闭嘴！不可能！王经理的公司我们亲眼看过，合同白纸黑色签了，还能是假的？他肯定是遇到突发情况了。都怪你！我说再想想，你说这是最后的机会。现在好了，钱没了，人找不到了，我们连回去的车票钱都没有了。怪我，当时签字拿钱的时候你怎么不拦着？你还不是两眼放光，自己没脑子，出了事就会怨我。骗子，都是骗子！王八蛋！我要杀了他！完了，全完了，回去的车票钱都没有了，旅馆明天就到期。那些人说过几天就来收手续费，我们拿什么给？什么都没了，钱没了，脸面没了，家也没了，什么都没了。真回来了。走。哎呦喂！我当是哪来的叫花子要进村呢？大伙儿快瞅瞅，瞅瞅这是谁回来了呢？这不是咱村飞出去的金凤凰吗？名牌大学生林之遥，旁边这个村长家的龙太子詹磊。咱们的高材生、大能人衣锦还乡啦！真晦气，还有脸踏进云溪村的地界，在外面吃香喝辣，玩够了吧？骗我们的钱呢，拿出来给大伙瞧瞧啊！没有，我们没享福，钱全被骗光了，1分都没剩下。哦，被骗了！听听，咱们的聪明人也能被人骗，不是挺能耐的吗？不是拍着胸脯说带咱们发财的吗？怎么，外面的人比咱村里人还好骗？丧门星还有脸回来？咱村的连城白鸭全毁在你们手里！我家的贷款到现在还不上，银行天天打电话催，
你们拿什么赔？大学生，外面的花花世界好不好耍呀？咋混成这副鬼样子了？连叫花子都不如！瞧瞧这模样，活脱脱两条丧家之犬嘛，在外头混不下去了，想起咱这穷窝窝了，滚回来讨食吃了。啊，走，快走！跑了，有本事别回来啊！哼，行了，都散了。看见他们就晦气，呸！咱这烂摊子指望这两个能人。大伙儿听我说，詹守业是我哥，他被抓了，我也抬不起头。但咱们村100多万羽超气鸭砸手里，总不能就这么认了吧？首副叔，那你说怎么办？陈野那个狼崽子死活不收，鸭子再拖下去，饲料钱都付不起了。我问你们，陈野跟真善集团签的合同要的是什么？纯种连城白鸭120日龄，药残达标。对呀，他要的是纯种连城白鸭，又没说一定要云溪村的还是碧溪村的。咱们的鸭子是超龄了，但那也是纯种连城白鸭，只要把日龄改一改，把脚环换一换，再喂点催瘦药，让肉质紧实一点，谁能看出来？这不是造假吗？被查出来怎么办？查？怎么查？陈野收鸭子一次几万羽，他能一云一鱼的查？再说了，就算他查出来，他敢声张？他陈野跟集团签的合同交的是准种连城白鸭，咱们把鸭子混进去，他要是敢不收，咱们就举报他卖假鸭。到时候他订单黄了，违约金双倍赔，只会求着咱们把鸭子收走。首副叔说的对呀，反正鸭子砸手里也是死路一条，不如搏一把。可是怎么混进去？陈野收的鸭子都是碧溪村那边的。这你们就不用操心了。碧溪村那边，我认识几户养殖户，让他们把咱们的鸭子掺进他们的批次里，一鱼给他们提2块钱，他们巴不得呢。干了，反正不干也是倾家荡产，干了说不定还能翻本。我也干了，我家4万羽超气鸭，再不出手，贷款利息都能压死人。那就这么定了，今晚上就开始干。换脚环，喂催瘦药，3天之内全部改完。碧溪村那边我来联系。这鸭嘴磨一磨，看着就跟120天的一样了。再加个新脚环，谁能查得出来，对吧？这催瘦药真管用，灌下去2天，鸭子就能瘦1圈，肉质也紧实了。就是不知道药残能不能过检。管他呢，先把鸭子卖出去再说。药残超不超标，那是陈野的事儿，跟咱们没关系。老孙、老李、老赵，咱们认识也不是1年2年了。今天找你们，是给你们送财路来了。什么财路？首富，你哥的事儿我们都知道，你可别坑我们。我哥是我哥，我是我，我是给你们送好处的。你们碧溪村跟陈野合作，1羽18块，对吧？对，陈老板价格公道，货款3天就到，从不拖欠。那我给你们20块1羽。我们云溪村有一批纯种连城白鸭，你们把这批鸭子混进你们的待出栏批次里，一起卖给陈野，1羽我给你们提2块，白捡的钱，要不要？这不是坑陈老板吗？万一被他发现，他发现不了。脚环我们都换好了。哎，他是收几万羽，他一次收几万羽，哪有功夫1羽1羽看？再说了，就算发现，你们就说不知道，他能拿你们怎么样？行，我干。反正我家今年扩建鸭棚，正好缺钱，我也干。那我也干吧。好，2000羽，明天凌晨送到你们鸭棚。
混进带出栏批次里，神不知鬼不觉。苏书记，我有件事要跟你说。嫂子，什么事儿？慢慢说。我家那口子鬼迷心窍了，前天夜里詹首富来找他，说给他20块一羽，让他把2000羽云溪村的鸭子混进咱们村的带出栏批次里。什么？鸭子已经混进去了？混进去了，明天就要装车送真善集团检测了。我越想越不对劲儿，一晚上没睡着。陈老板对咱们村这么好，我们不能这么坑人家。嫂子，谢谢你告诉我，这事儿我来处理。你先回去，别声张。陈老板，有个紧急情况。你说。碧溪村有3户养殖户被云溪村的詹首富收买了，混了2000多羽云溪村的超期假鸭进来，明天就要装车送检了。我知道了，苏书记，谢谢你第一时间告诉我，这事儿你不用担心，我早有准备。早有准备？从合作第一天起，我就在每一批连城白鸭出壳时建立了全链路溯源档案，鸭苗来源、每日防疫记录、出栏日龄、缴环编码，全部一一绑定，数据上传到真山集团的品控系统。假鸭的脚环是后换的，一扫码就露馅儿。明天真山集团的品控团队正好要来现场抽检，到时候我会当着所有人的面把这件事彻底解决。那就好。陈老板，你打算怎么处理老孙他们3个？造假是红线，碰了红线，终生拉黑，永不合作，这是规矩。我明白了，明天我配合你。等会儿抽检通过了，咱们的鸭子就跟着这批一起送走了。到时候货款到手，看他陈野能怎样。编号 LYB 20241015037211，溯源系统显示，鸭苗来源碧溪村苏青养殖基地，出称日期6月18日，出栏日龄122天，防疫记录完整，符合标准。这只鸭子的脚环编码，在溯源系统里查不到。查不到。这一筐全查不到，这批脚环不是我们系统里登记的。这批鸭子的肉质纤维粗化严重，估测日龄超过150天，鸭嘴和鸭腹有明显人为打磨痕迹，脚环是后换上去的。老孙、老李、老赵，你们出来。这批假鸭是你们混进来的，2000多羽，全是云溪村的超期鸭，换了脚帘，为了催兽药，打磨了鸭嘴，想以次充好，混进真善集团的供货批次里。陈老板，我鬼迷心窍了。詹首富说给我们30块一份，我家里扩建鸭棚欠了钱，一时糊涂。陈老板，我知道错了，你饶了我们这一回吧。陈老板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我不该谈那点钱，求你再给我们一次机会。我给过你们机会，28块一羽，全省最高收购价，货款3天到账，从不拖欠，免费技术指导，全程防疫支持。我要的回报是什么？是诚信，是品质，是每一羽从我手里出去的连城白鸭都经得起任何检测。你们碰了红线，造假、掺假、以次充好，这是底线，谁碰谁死。
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儿，把规矩再说一遍。我陈爷给的价是保底高价，我换的是你们的诚信和品质。谁碰造假的红线，谁就是这个下场。老孙、老李、老赵，从今天起终身拉黑。我陈爷以后在任何地方收连城白鸭，都不会再跟这3个人合作。他们的鸭子，我一语不收。张首富，你别走。你煽动云溪村村民给超期鸭换脚环，为违禁催售药，教唆碧溪村养殖户掺假造假，这些全都有证据。老孙、老李、老赵3人的证词，鸭棚里的监控录像，还有你联系他们时的通话记录，我已经全部提交给农业执法大队和市场监管局了。詹首富，你涉嫌教唆他人使用违禁兽药、伪造农产品溯源凭证，以次充好，扰乱市场秩序，请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。50万份，陈爷的货全部顺利交付了。听说真善集团那边全款都打过来了，一分不少。咱们的鸭子呢，全砸手里了。改脚环的被查出来了，喂药的那批被没收销毁了，剩下那些超期鸭，饲料厂都不收，彻底完了。我贷了40万啊，全赔进去了，这日子还怎么过呀？当怎么就鬼迷心窍信了林志尧和詹磊那2个骗子？还有詹首富，说好了能把鸭子卖出去，现在把自己也搭进去了。咱们村儿算是彻底完了。陈老板，今天这事儿你处理得漂亮，不光揪出了假鸭，还稳住了碧溪村的人心，以后谁也不敢动歪心思了。规矩立住了，合作才能长久。我给的价高，是因为我要的是品质。谁想用劣质货糊弄我，就是砸我的招牌。砸我招牌的人，我绝不放过。这养殖的路和做人一样，一不踏错就满盘皆输。土地从不骗人，你付出多少诚信，他就给你多少回报。总想着走歪门邪道，最终只会摔得粉身碎骨。志尧，咱们还要在这儿待多久？都3天了，白天捡剩饭，晚上睡桥洞，这哪是人过的日子？那能去哪儿？旅馆住不起，工地上人家一看咱俩的身份证就不要。高利贷那帮人满城找咱们，手机也不敢开机。都怪那个陈野，要不是他，咱们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？还有你，当初非要说能卖高价鸭，结果呢，欠了一屁股债。怪我，当初是谁拍着胸脯说放心，村里人肯定信咱们的，现在出了事，全推到我头上。咱们回去。回去？回哪儿？云溪村？你疯了！上次回去被堵在村口骂得狗血淋流，差点被泥块砸死，还回去？可是我们必须回去。他陈野之所以能狂，不落是因为他手里的连城白鸭品质好吗？要是他的鸭子一夜之间全染上疫品，药残超标了呢？可咱们没钱，连买药的钱都没有。老周有钱，林氏那个禽业经销商周德彪，他一直想抢真善集团的供货订单，就是干不过陈野。要是咱们有办法让陈野交不了货，你猜他愿不愿意出钱？你们俩就是云溪村那2个大学生，把全村连城白鸭搞砸的那2个？周老板，过去的事儿不提了。今天我们来找你，
是有一笔生意跟你谈。生意？你们两个连饭都快吃不上的人，跟我谈生意？周老板，我就问您一句，真善集团的连城白鸭供货订单，您想不想要？什么意思啊？真善集团的订单全攥在陈野一个人手里。您周老板在秦业干了20年，渠道、资金、人脉，哪样不比他陈野强？凭什么让他一个毛头小子独占这块肥肉？你说的轻巧。陈野跟真善集团签的是年度供货合同，品控、溯源、药产样样达标。他的货集团认，我的货集团不认，你让我怎么抢？要是陈野交不了货呢？你继续说。陈野的连城白鸭全靠他那几个核心繁育基地和养殖合作社，只要他的鸭子出了问题，药残超标或者染上疫情，他交不上货就得双倍赔违约金。到那时候，真善集团急需新的供应商，您周老板趁虚而入，拿着您手里的鸭源去谈，这订单不就是您的了吗？他的基地安保可不松，你们怎么进去？我和詹磊都是云溪村的人，对周边的路熟得很。我们能深夜翻进繁育基地，往鸭棚里投放染疫的禽料和违禁农药，保证让他的鸭子大规模出问题。事成之后，周总您要先帮我们还清10几万的高利贷，再给我们一笔跑路费。另外，云溪村剩下的鸭子，您要按保给价全收了。10万，5万定金，事成之后再付5万。云溪村那些超期鸭，我15块一批全收。条件是3天之内我要看到陈野的基地出事。记住，出了这个门，咱们没见过面，事儿要是办砸了，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周老板放心，3天之后您等着看好戏。你也太有先见之明了！从詹守业被抓开始，你就安排人把繁育基地的监控全换了，还加装了防疫预警系统，连围墙都加了防翻越的红外报警。杰总，繁育基地已经安排了专人24小时轮班值守，所有进出人员和车辆都必须经过严格的消毒和检查。红外报警系统和派出所联动，只要有人非法翻越，立刻就能触发警报。鸭棚里也加装了异动监测，一点风吹草动都逃不过监控。林之遥和詹磊这种人，不到黄河心不死。他们在外边走投无路，一定会把所有怨恨都算在我头上。我不过是提前布好局，等着他们自投罗网罢了。快点吧，我们弄完赶紧走。我总觉得不对劲儿，心里慌得厉害。慌什么？等陈野的鸭子全染了疫，赔得倾家荡产，我看他还怎么风光。不许动！人赃并获，我看你们往哪儿跑！林之遥、詹磊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我早就料到你们会回来搞事，布好了局等你们。你们还真的乖乖自投罗网了。陈野，我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，全都是你害的。我就算是坐牢，也要拉着你一起垫背。从你们翻进围墙的那一刻，你们的一举一动都被全城录了下来，人证物证俱在，
你们涉嫌破坏生产经营，投放危险物质，等着法律的制裁吧。报警，把人看好了，连同所有物证一起交给警方。林志尧、詹磊，你们二人涉嫌诈骗、破坏生产工作，数罪并罚，现依法对你们执行刑事拘留。等待你们的将是法律的严惩。李总，这次的事情，对方不仅针对我，更是冲着何振山集团的供货订单来的。所有的证据我都已经整理好了，稍后发给您。杰总，这件事你处理得非常好。林氏那个老周，我们集团直接把他列入全行业黑名单，终止和他公司的所有合作。经过这件事，我们集团充分认可你的实力和底线，我们决定和你签订为期5年的连城白鸭独家供货协议。后续产业园扩建，我们集团也会全力支持。太好了，陈野，5年的独家供货合议，这下我们彻底坐稳了行业龙头的位置。产业园扩建的事儿也终于能提上日程了。这2个杀千刀的白眼狼，当初我们那么信他们，结果他们卷了定金跑了，害得我们血本无归。现在回村不想着弥补，居然还想搞垮陈野。陈野要是被他们搞垮了，我们全村就真的一点活路都没有了。他们这是想断了我们全村最后的指望啊！走，把他们这2个害人精的老宅砸了，我们云溪村再也容不下这2个败类。杰总，你指哪我们打哪。产业园扩建需要多少地，多少养殖指标，我们村全都全力配合，跟着你干，我们放心。人心换人心，诚信换前程。这条路，我不仅要自己走稳，还要带着所有守规矩、讲诚信的乡亲们，一起走出一条乡村振兴的康庄好路。